50兆双通道平板示波表， 4.3寸触摸屏，4位半真有效值，2x50兆带宽。咱们打开看一下。主机、示波器2个碳笔，信号发生器输出夹子，充电线，万用表笔，说明书。上面是示波器2个通道的插孔，然后信号发生器这个插孔，万用表这个4个插孔。这边 USB 插孔啊，充电升级都是插到这里的。这有个复位按键在里边的，这个是开关键。咱们开机，选择语言中文，示波器，信号源也就是信号发生器，设置，万用表。下面咱们看一下示波器啊，这个是示波器的一个参数，需要了解的可以看一下。咱们点击进去，这个是2个通道啊，分别点开，它调节方式是一样的，可以调节一些参数。比如说调节单位的话，你这个选中单位，然后在这边调，知道吧？比如说调这个耦合类型也是先选中，然后在这边调。这个呢是系统的时机，这个也是可以调整的。这边是触发设置，触发模式啊，触发这个上升沿啊、下降沿，这个都可以设置。这个图标是函数信号发生器的指示，这个运行和暂停键。这个电池标志是显示它内部电池的电量的。这2个横线呢，你看上面是通道1，这个可以动啊，下面是通道2的显示。比如说把通道2关掉，你这边有开关嘛，把它关了，它就通道2就不显示了，就只剩下通道1了。示波器的菜单点这个，这是比如说测量，现在是什么都没显示啊。比如说你要测量的话，你点测量啊，全开，这些东西全开，然后待会儿测量的话，这些全部都显示。保存、光标、运算、余晖，这个功能挺多啊。这边还有一些，这个是自动键。下面咱们就测个220伏吧，咱们设定一下，探头10:1，单位100伏，耦合类型是 AC 是对着的。表笔呢我已经校正过了啊，并且这个档位已经放到了成10档或者叫10成档，咱们放上去，然后呢点这个自动。波形就出来了，然后50赫兹，电压237伏，实际是20毫秒，可以调一下，调成10毫秒。这样看着就更舒服一点。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信号发生器啊，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12种波形，这一页是4种波形，再点下一页又4种，再点下一页又4种，一共是12种。调节的话，看频率、幅值、占空比都可以调，比如说现在是2000赫兹，把它调成1000，然后确定，这就变成1000了。这是它的参数啊，频率是0到10兆可调的，波形幅值0.1到3.3伏。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它万用表功能，然后进去点档位，电压、二极管、风鸣档、电阻、电容、毫安档、安档，这边是测温度的。比如说测电压啊，测电压的时候，这边你看4个点呢，是分别代表着4个插孔。它告诉你电压的话，红标笔插上边，也就是这上也标注有电压、电阻、二极管档啊，都用这个红标笔插进去，黑标笔呢插这里。下边这2个是电流档上用的，比如说咱们测交流啊 AC， 然后测一下我这儿的电压234伏。下面咱们测一下电阻吧，然后选欧姆档，先测一个10欧的 10.3 欧，再测一个100欧的 100.68， 10K 的 9.9， 再测一个 100K 的 102。再看一下设置菜单里边，语言、亮度、声音、主题，然后自动关机这个时间，基本上就是这些啊。咱们总结一下吧，它就是一个3合1的双通道示波器啊，带宽呢是50兆，然后万用表呢是4位半，信号发生器功能呢可以输出12种函数信号，并且它是触摸屏的。平时我们修这个电源逆变器啊，包括功放啥的，这个是绰绰有余的啊，这个带宽。具体的一些使用细节呢，咱们用到的时候慢慢分享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2款电烙铁 T80 和 T80P 模样一样，它区别在于烙铁头不一样。T80 是210的烙铁头啊 ，T80P 是245的烙铁头，它俩这个烙铁头粗细不一样，不能相互代替。这2个，一个接的是65瓦的 PT 快充充电宝，这个适合在户外没有电的地方用充电宝。另一个呢，直接接在这个充电器上。咱们换下吸试试，看这个
这个头比较小，210的头，啊，然后再看这个呢就更容易划稀了，因为它头大嘛。看，这个是大有电锤上的电池啊，你看正负极出来，通过一个转接板，通过这个 Type C 的线接到这个烙铁上，照样啊可以用的，没问题。看，当然我用个稳压电源调到20伏5安，然后通过同样是这个转接板给它供电，一样的好用啊。看一下烙铁头对比，这是245的烙铁头，也就是 T80P 的，这是 T80 的烙铁头，也就是210的烙铁头，这边是 T100， 也就是咱们常用的 T12 的烙铁头啊。这个到底该怎么选？假如你有这个充电器，也有快充充电宝，包括你有这样的话，你光买这个电烙铁就行了。这两个呢，这个210的烙铁头呢比较细，它比较适合修一些精密的焊接啊，比如说修手机啥的，零件比较小，可以用这个。普通维修的话，肯定用这个啊，这个头大一点。它俩最主要是还是便携。假如说你就放在工作台上用，那你就选这个 T100 就可以啊。这几款呢，橱窗里都有，正在搞活动，可以点进去看一看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接下来咱们搞一些零件啊，咱们来演示一下怎么使用。它这个操作呢，你看这上有啊，箭头返回，这是确认，就是 OK 键，然后这是方向键。咱们测零件的时候就选择这边选择晶体管测量仪，然后点 OK， 这时候就可以测量了。这个 KAA 对应这个 KAA 是测稳压二极管的，其他上面123这都是123，这个测电阻、电容、三极管啥的直接就可以测。比如说测个三极管，这个3个引脚呢，你不分反正，直接随便插到123里边就可以了。你上边123也行，这个下边也行。插完之后按这个 OK 等待就行了。这时候显示个二极管啊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我插的不对啊，下边是233，看到了吗？我插了2个3，咱们也换一下，换到这也行，123，这就对了，确认。你看，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个 NPN 的管子，先是放大倍数，然后 VBC 发射节的电压 0.7 伏，这个导通电流 7.4 毫安，这些都有。再换一个，比如说这个你也不知道它是啥东西，直接放进去。然后确认，告诉我们这是场相用管，并且是 NMOS 管，这边是它的参数，并且呢，第一角对应的是控制级 G， 然后 D 级呢是第二角，这个引脚都告诉你了。比如说测量一些大功率的管子，像这个放不进去，那就使用配套的这个测试钩子，这也是随便钩，不分这个极性啊。看这儿只显示个二极管，这是啥原因呢？你看说明书上写的有啊，场相用管开启后关闭电压需小于5伏，像这个大于5伏的它就测不了。大功率的可控硅，你这个测也测不了，它不是说所有的100%都能测了。下面咱们测电阻，这是一个22欧的，随便勾上2个就行啊，你1、2勾上去，2、3勾上去都可以。21欧，再测量一个大点组织的，这个是300K 的。305K， 测量一个电容2200微法的，测电容之前一定要先放电，即使没电你也放下电啊，养成习惯，不然的话带电很容易损坏仪器啊。测的结果是2291微法，然后后边这个0.5% 是损耗值，下边是 ESR 值，50伏10微法的 9.2 微法。测一个坏的电容，看这个明显鼓包的，你看测出来就变成二极管了，3毫恒 2.86 毫恒。再测量一下这个可控硅，直接插进去，看直接告诉我们这是双向径闸管，并且呢控制级是第二角 G 在这里。还有的朋友问这个坏零件能不能测出来，他的意思是就是说零件坏了，这个比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相用管啥的，能不能测出来？这个肯定测不出来，这是个坏的三极管，放进去然后测一下，你看这个三极管它击穿了，然后呢直接显示一个电阻，这是测不出来的啊。测一下稳压二极管 ，K 接稳压二极管的负极 ，A 呢接正极，按 OK。你看这是个25伏的稳压管，最大可以测32伏啊。再看一下这个，这是12伏的稳压管。再看一下其他功能啊，工具箱进去，通段测量。这就跟咱们万用表的通段测量是一样的啊，2个钩子接触到，看
这就跟万用表的风鸣档一样。电压测试不是在这里测试的啊，在这儿，这不0到40伏，需要用到配套的这个线，咱可以测一下。咱们给它个5伏，这边显示5伏，10伏，21.7，你看这个非常准。再往下，这两个是温度和湿度探头的检测啊，这手边没有，没法给大家演示。第5个是红外解码，这个呢，你就拿出这个咱们的红外遥控器，对着这个 IR 这儿有个窗口，你对着它按，看，你可以多按几下啊，这就会显示用户码和数据码。下面咱们看一下示波器功能啊，选择到示波器，按 OK 进去。示波器呢是接在这个口上，测一下220伏，选择这个10倍，往这儿也选择成10，然后咱们直接测量，点一下 OK， 它自动。哎，你看这个是正弦波，但是比较大是吧？你可以把这个，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调大点，2毫秒是吧？加大5毫秒，这样看着正弦波就比较明显了。10毫秒，20，长按这个它就暂停啊。看一下这上面的最大值、最小值、平均值、有效值、峰值、频率、占空比、周期。你看频率50赫兹，有效值电压221伏。下面咱们看一下信号发生器功能，我这边用正电原子这款示波器啊来测量，选择信号发生器，直接它就是正弦波，然后看一下方波、外冲波、三角波，咱们调节一下啊，比如说这个频率现在是1000赫兹、2000、3000，负值调一下2.3，你看这边显示2.36、1.3，这儿显示1.36，最高是3.3，好像是3.3。这就是它的一些基本功能啊。正好现在抖音38节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这个比平时有优惠，有需要的可以到抖音薛强维修的橱窗里看一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正电原子新出的2款焊台啊 ，T200、T300。T300 呢是公频变压器供电的，是环形变压器，体积更小，并且它支持双工位接入，用的都是 IPS 屏。下午5点会发布这2款的具体操作方法和实际测试效果，性能非常猛。咱们下午见。这款热成像除了电力检修和检修电路板外，能看清地暖的走向吗？正好今天能用到啊，咱们去看看。我家的地暖分水器啊，现在只有第3路是开的，我要判断第3路是哪一个屋的，前2路已经判断过了，是客厅的。打开之后，你看慢慢这边热水往下来了，看到了吧？看第3路，我把客厅这个已经关了，关了之后第2天这很明显啊，来这个卧室了，把第4路开，确认一下这个是哪个屋的。这开了10分钟之后啊，不行，第4路这还是看到这是第3路，这是1个半小时，这现在就明显了啊，看就这一路啊，来这个屋了。好了，第4路已经找到了，把这个关上，看第5路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这屋了啊，很明显进去了，那就剩最后一路啊，那就不用测了，那就是这个餐厅、厨房。这个打开后热成像大概要1个半到2个小时才能看清楚，这个跟你供水的温度有直接关系啊。现在我是打标签的，每个上面就贴个标签，用的是线缆标签纸啊，这是热敏纸。有的朋友说这个遇到热会褪色，那我就直接把它粘上去，咱们试试啊。其实现在的热敏纸和以前的有大提高，不像以前了啊，经常会褪色。你用原厂的这个也不贵嘛，10块钱左右一卷，我看看它多久能褪色。看来这款热成像检修地暖啥的也没问题啊。上期视频咱们测了它这个续航能达到7、8个小时，这个续航非常逆天啊！更主要是它这个价格只有13块多，性价比非常高。想看续航的可以翻上个视频。有的朋友说这个有放电功能，在这边，它这个放电能力大小有多少呢？我试了一下啊，
给小米5X 充电呢，能达到 0.8 安左右；给华为 Mate 50充呢，能达到 0.6 安左右。各个厂家的协议不同，给手机充电只是应急用一下啊，因为它自身的电池也不大嘛，不可能给电池充满，不可能的啊。下面咱们就测这个电量啊，它标称是1200毫安时，测试也很简单。现在这个已经用光了，咱们就用这个测试一下，给它充进去多少电，那就是电池的电量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上面这个记录时间啥的全部清零了啊，咱们就直接插上去，咱们开始测试，看充满之后它显示多少。当前充电电流 0.87 安，充电时候红灯在闪，充满它就不闪了。现在充满了，不闪了。咱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它这个充进去多少电 ,1.22 安时，和标称是相符的啊，1200毫安时，也就是 1.2 安时。这就是电量的测试啊，这俩电量咱们都测试过，都是 1.2 安时，都没有虚标。然后这个呢，橱窗里也有，这个是30多块钱，这个是全铝合金的，有需要的可以橱窗里看看啊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便宜又好用的手电来了。前面视频跟大家介绍过这两款手电啊，这个全金属的，这个39块钱，然后这个呢11块多。这期视频给大家介绍这个升级款的，贵了2块钱。接下来还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头灯，还有个工作灯。咱们先看一下啊，这是开关，按一下强光，按一下闪烁，再按一下后边这个柔光灯打开了，再按一下关了。充电呢，在这里充电，并且它这个灯啊，看它镜头是可以伸缩的，可以调焦。这一点呢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它有啥区别呢？升级到哪儿了？多了一个这个扎上去，因为它前面有个挂钩嘛，比如说野外帐篷里边你挂上去之后有个灯罩，这样的面积照的更大一点，不然的话它是直射的，往下直射的。还有一点就这个这边充电，这是可以放电啊。咱们试一下，拿个手机，比如手机没电了啊，应急的话插上去，看可以应急充一下电。总结一下它俩的区别，就升级了2个地方啊。第一就是多了一个放电口，第二就是多了一个这个灯罩。这个是11块多，这个是13块多，贵了2块钱。反正这两款橱窗里都有，你需要哪个你就选哪个。拿到外边试一下，前面走廊尽头是将近30米啊，就是这个亮度。这是全黑的屋，这个亮度你走夜路完全没问题啊，比这个手机闪光灯这个亮度要高得多嘛。柔光灯打开是这样的亮度啊，现在模拟挂到帐篷上面啊，看挂到电扇上面了，这个亮度，这个亮度在小帐篷里边照个亮啥的也是蛮不错的啊。咱们开灯，红灯常亮，现在充电充满了。下面咱们测试它的实际续航。现在是晚上10点多了，我回家了，把它打开，然后呢咱们明天来回放录像啊。咱们打开，这有摄像头啊，然后我关灯的时候这个灯会亮一下。从22点38开始的一直都是彩色画面，到第二天早上6点40分的时候，由于这个灯光变暗了之后，摄像头的红外补光灯开启了，就变成黑白图像了。咱就按6点40算，这也8个小时了，这也太厉害了吧。现在变成黑白图像了，大家看上面的时间，看现在是6点多啊，再看一下0点，它的灯光变化，看好，这是0点，灯光是有变化的啊。再看一下22点39到0点之间的灯光变化，哎，这也有点变化的啊。这就是它的真实续航啊，大家在录像上都看到了，是不是比你想象续航时间要长？其实我8点40左右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它还在亮，只不过是奄奄一息，没电了嘛。这款手电主打的就是便宜续航长，13块多能买到这样的产品已经很不错了，真是丢的话你看也不太心疼。但是它这个亮度看照夜路啥的没问题啊，我看有的博主说这个一打开整个天都亮了，没那么逆天啊，和这个比它肯定没这个亮嘛，因为价格在这放的。假如你不需要这个升级款的，你可以到橱窗里选这个11块多的，反正这俩续航都差不多。这也不是啥三无产品，你看人家包装盒上电话长指啥都有。下期视频咱们测一下它这个电池容量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杭州的朋友寄过来维修的啊，后尾板是这样的，后边这儿松动了，不能是这问题吧？先上紧再说。仔细看，屏幕左侧有一条竖的白线啊，这应该是屏幕有问题了，也可能是运输过程中造成的。
短接正负极，咱们看一下故障啊，它就是有电压输出没电流，开，看有电压 16.2 伏，电流是0，就是这问题。再自检一下，在家里我就让它自检了，自检提示都正常。你看 K3 继电器正常，一般这种问题 K3 继电器坏的多，咱们就把它拆开看一下吧。在家里我也让它换这个输出线，都换过。假如输出线有问题，内部开路的话也是这个问题啊。这些都排除了不行，然后才寄到我这儿。这个后尾板比较紧凑啊，这后边确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。拆出底板，然后通上120伏直流电，短接输出端。开机，这正常呀？那难道是尾板上输出线有问题？这不能啊，这就2根线，不可能啊！再装回去再试试。哎，接上就没有啊！哇塞，神奇啊！后边这样接上，看见没？输出就没有。调到风鸣档，测一下，正极、负极，输出咱们把它调小点，6伏，调成0.5安。好，导线一步一步短路，这样短路，没反应。还是没反应，短接住了啊，还是没输出。装上去又犯毛病了啊，然后再把底板拆出来，再试一下，再次短路。开，哦，这次出毛病了啊，这次犯病了，这次确实没有电流。这是大电容的负极，我黑标笔接这个负极这一角，然后红标笔接大电容的正极 6.5 伏，对吧？再接输出端这个正极也对 6.5 伏，然后再接这个负极，然后负极也是 6.5， 那说明这个负极和这个应该是通着俩，它不通，看到了吗？不通，还是要怀疑一下继电器啊，把这个散热片拆掉，具体测量一下。这上有绝缘器，打磨笔把这个打磨一下啊，打磨完之后咱们好测量通电。红标笔接正极，直接测这儿没有电压，再测这个继电器这边 6.5 有的，这边没有。那继电器线圈上有没有电？测一下 11.1 伏，线圈上得电了。然后线圈得电，触点不通，但是自检呢都正常。那这样一判断呢，还是这个继电器有问题啊。拆继电器用2把电烙铁啊 ，T80P 和 T100， 先上点锡，这样的话好拆。1把电烙铁也行，2把的话这样更稳妥一点，更快。同时加热4个引脚，然后它自动就会脱落。好，掉了，这是要换上去了，给它换一个70安的。假如就用1个电烙铁拆的话，建议用大功率电烙铁啊，150瓦以上更好，不然的话容易把电路板拆坏了。涂抹散热硅脂，装上散热片。下一步把这个屏幕也把它更换一下，虽然现在只是左边一个竖道，怕时间长了之后呢会扩散。我这屏幕有的是啊，直接免费给它更换一个，这都不是问题。现在我的演示也得需要借助这种电子放大镜啊，这样好操作。涂抹锡浆，然后铲形烙铁头，这个铲形烙铁头是宽度是40毫米的，这样刮一下就 OK 了。当然你用普通烙铁头照样也可以啊，我是换这个屏幕换的比较多，所以说用铲形烙铁头的话效率更高一点。好了，一切正常。假如你的 2.4 英寸这种屏幕坏了啊，就是中兴2400这上用的坏的话，你可以联系我，我可以免费送你个屏幕都没问题啊，我这有。假如你不会换的话，你把你那个寄过来，我免费给你换上，这都没问题。这是都装上去了，带加热管测试一下 23.4 安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下边是功率和电流交替显示啊，刚才你看达到了110瓦，上面显示是电压20伏供电，你看110瓦，现在108瓦。有的朋友说这个正电原子这款电烙铁不是100瓦吗？
它其实这儿有个功率微调啊，同时按键进来之后，第7个菜单，这里功率微调进去，它默认是5安，这个可以调。但是呢，我1年来用的都是默认啊5安。今天是来做个极限测试，想让它功率再高没问题，咱们来试试。设定24伏7安，开始，通上电，我开机，你看一下能达到最高多少瓦？1、2，开，154瓦，看到了吗？最高能达到6点多安。然后插到水里，看现在155瓦。建议大家不要改啊，还是默认5安。然后电压呢最好也是20伏，这样能使你的电烙铁呢更长寿，烙铁芯呢更长寿。我1年来都是默认是5安，这个20伏。有的朋友说这个质量咋样？看着这么便携，是不是质量不行啊？关注我的老粉都知道啊，这1年来改电源的话，这个电烙铁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每次改电源都是它，要么铲形烙铁头，要么大马蹄烙铁头。偶尔还会给它弄个锡锅化锡，只要你正常操作，它质量还是挺稳定的。第1个月的时候，我连烧了2把电烙铁，但不是人家自身问题啊。第一次我是用开关电源给它供电，无意中把这个电源调成120伏了，瞬间烧坏了，烙铁头都干红了。看一下当时的视频，这是当时监控拍的视频，看烙铁头已经红了，我看着烙铁头发呆呢。第2次怎么坏的？第2次你看我是这样，用一个电池接一个 Type-C 口给它供电，关键它这个 Type-C 口呢，红色它是负极，正好和我这个相反，瞬间电烙铁又烧了。所以说建议大家买这款电烙铁的话，不要外置供电，因为无数次使用中只需要失误1次，电烙铁就坏了。建议直接从他家购买这个100瓦的快充，或者是你有支持 PT 3.0 的快充的话，你就不用买了，直接插上去就能用了。假如你家里连这个 CRC 这个100瓦的线也有了，那你就直接买个标配就行了，不用另外买这个线了。一定要是支持100瓦的，不然过5安的大电流经不住的。我知道个别同学他还是想用单独一个电源给他供电，那我建议你还用20伏，别用24伏，对它温柔点。这个怎么判断你买这个 Type-C 口正负极这线是正确的还是反的？我是这样操作的啊，用一根线插上去，这头呢插个小板，小板这边 DC 口，正常情况下中间这个芯儿应该是正极才对，你用温表测量一下。这个小板呢也是正电原子家 T65 电烙铁的附件，是6块还是8块钱来着忘记了。你在我橱窗里购买电烙铁的时候，顺便进入他家店铺就能找到这个小配件。另外正是双12，厂家有优惠，再加上平台也有优惠券，不用这个券呢，过几天都作废了。你可以打开看看你有多少钱的优惠券，这样双重一优惠下来呢，比平时便宜了好多。想买的赶紧入手。另外，凡是在我橱窗里买这款电烙铁的，你如果想购买这几款烙铁头，你可以私信我，我告诉你在哪儿买的。正电原子家它没有这种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能不能视频别剪辑，测量一下电阻，看一下它的真实速度？没问题啊。咱们看一下，按电阻档，上面是自动啊，这个是自动挡的状态下，看一下它这个速度。剪辑是为了让大家观赏性更好啊，因为那个6分钟的视频我要拍好几个小时。咱们就开始吧。这次测电阻不剪辑啊，上面是电阻上标称值，这是用电桥标定出来的数值啊。比如说这个100K 的电阻，你看标定出来是 100.15K， 1欧插上去 1.04， 10欧，100欧，1K， 10K， 100K， 1兆，这次可没剪辑吧？它这个万用表功能和普通万用表比，还有几个好玩的功能，有时间再给大家详细解说。另外，有的朋友说这个不便宜啊，现在不是双12嘛，有活动，再加上比如说某音平台打开之后，你会发现有优惠券，那个力度也挺大，这样双重一优惠的话，能便宜不少呢。所以说你要去看一看。你有多少优惠券？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